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4月30日，明天就是5月1日了啊。这两天呢，这个英特尔股票大涨啊。从我发了上一个视频以后呢，这英特尔股票已经从80多美元，现在涨到90多美元，100美元呢已经是，就在面前了，对吧？那么网友呢，就关注我频道的一些老的网友呢，也给我纷纷留言啊，就是英特尔股票大涨啊。还有就是经常就是问我英特尔股票的这个网友啊，他说，谢谢您在这儿回答我的问题啊，非常感谢。英特尔这只股票也是听了您的过期了的视频试着买的啊，当时已经快30了。我是股票投资小白，用一点小钱来玩玩，保守当着学习。谢谢您无私的分享，非常感谢啊。还有说这个博主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毫无保留的分享投资理财的经验，谢谢您啊。还有说啊，很棒，向您学习。我还处在测试各种技术指标、交易模式、主力战法的新手阶段，看似挣钱方法很多，却又心浮气躁，没有耐心，花时间磨出一个稳定策略，总体不亏不赚，管不住手是当下最大的问题，要修行心态啊。那么，我记得在川普总统还在竞选的时候啊，就还没有正式当上这个总统，就第2任啊，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未来呢，英特尔啊，还有美国的波音吧，还有石油的股票啊，就是说要关注啊，尤其是英特尔呢，我自己更是亲自去买了，然后呢，我当时是在20美元以下买的。那么后来呢，我涨了1倍我就卖了啊。但是我看长远呢，我当时是看到它100美元的啊。这个我在不少视频里面我已经都给网友做了解答，做了一些分析啊。那么今天这个英特尔股票马上就要涨到100美元呢，虽然我现在手里没有英特尔的股票啊，那我看到有网友呢，就是赚了钱，是吧？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啊。说实在的啊，当然了，就是我也没有那么的高尚，是吧？我当然希望我自己更多赚一点钱啊。但是网友就是尤其是一直关注我频道的啊，我们一同走过来的网友呢，你赚了钱，我也是很高兴的啊。就是你是排在第2，就我赚钱我是最高兴的。你赚钱，我第2个高兴，因为其他的人反正我也不认识，对不对啊？你是支持我的这个网友，那我当然希望你赚钱。另外呢，就也说明就是我做这些视频花了这些时间，没有白白浪费，没有就是说讲了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对吧？就它还是很有价值的啊。那么我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其实主要是想也给大家就讲一下我自己啊。其实这个2、3年以来，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道路啊，也是不容易的啊。虽然呢，它不像就是说我去开个什么饭店，或者说投资个什么实体生意，对吧？啊，你好像每天有很多有痕迹的事情，比如说你进货，客户投诉了，或者说你做各种宣传，对吧？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投资理财它像一个无形的刀啊，就是在你的心灵上，在你的精神上啊，它也是一直给着你压力啊。那么回顾到2、3年以前呢，其实我要从事这个投资理财啊，其实我当时心里面也是非常没有底气的啊，因为很多年了，我没有就是说专注于做这件事情啊，并且呢，身边的不管是谁，不管是家里面的长辈、父母啊什么，对吧？还是网上的网友啊，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朋友都不看好你啊，真的，因为大家觉得就是你又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啊。第二个就是
觉得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多难呢？炒股票啊，这个基本大家都觉得是骗局啊，或者说要亏钱的，是吧？所以呢，就是我的内心也是处在一个很孤单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100%的把握，别说100%了，你有70%、80%都没有，当时是吧？所以呢，我也很迷茫啊，很迷茫。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在这个英特尔这个股票之前呢，其实我就一直在寻找，就是涨10倍的股票啊，就是英特尔如果到现在，对吧？你从我当时买的价格20块以下，如果到现在的话是涨5倍啊。那当时呢，我是一直在找涨10倍的股票，因为一个呢是我当时投入的本金吧，也不算多，比较少啊。那么在现在啊，就这2年下来，其实我身边的网友赚到几十万啊，赚到几百万的啊，也有几个的，几十万的有很多啊。我说的是美元哦，不是人民币啊，就几十万美元啊，到几百万美元的都有啊。这个我都就是大家一起交流啊，什么我都知道啊。但我当时呢，其实起步呢也没有很多钱啊，所以我也是慢慢的做。但是就是你真的不得不去相信啊，就是投资理财，还有就是复利这件事情。复利这件事情其实是最可怕的啊。那么，在我寻找10倍股，并且我也找到了几只10倍股啊，我找到了几只10倍股啊。那么，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心态，就没有像现在，这种更有信心的心态啊。就我找到了10倍股，但是我赚了2、3倍，或者最多的啊赚了4倍，我就卖掉了啊。后来呢，就像我看英特尔一样，当然到了看英特尔这个时间呢，其实我已经挺成熟了吧，从心理上来讲啊，所以呢我就开始录视频了，对吧？因为之前那些我就没有录视频啊，因为我那个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方向、什么情况，我也不敢录视频。但是一直到买这个英特尔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什么特斯拉呀、谷歌呀，还有什么那些10倍股啊，我都已经赚了一波了啊。那么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呢，就是我还没有完全要把这个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呢，当做未来的人生发展的道路，对吧？但是呢，我就逐渐的想往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啊，因为那时候我有那么一点点信心，我就开始录这个视频啊。那我录这个视频其实最大的目的呢，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是说想把这个频道做的有多少人来看啊，或者说就是做什么广告去赚钱呐啊。就我觉得在投资理财这条道路上很孤单啊，也很无力。那么我就想一直激励我自己啊，让我能克服各种困难，在这条道路上呢坚强的走下去啊。所以呢，我就很坚持去录，因为我很害怕什么？我很害怕就是我遇到了挫折啊，比如说股市下跌了，或者我遇到了一些亏损，或者说我身边的人不支持，对吧？比如说父母他不支持你啊，说这个东西不好，你要脚踏实地，找一些啊，就是立刻能看到钱的事情，对吧？那么我就害怕我会放弃啊，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感受到了复利或者说投资理财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威力啊。比如说那么多成功的先贤们，对吧？你像各种投资者，对吧？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不可以呢？我也要去尝试的，是吧？所以就是我录这些视频呢，我一直想记录我自己的历程，记录我自己的心声啊。所以我也是毫无保留的啊，就是把我怎么想的，或者说我怎么看这些投资理财的方向的，什么股票我认为会涨的，这种股市未来的这种分析的啊，我都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啊。我并没有想从网友们或者说从这件事情上去赚钱，对吧？我最终就是说我能不能赚到钱，是靠我自己去投资理财的实力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呢，就是
英特尔呢，它真的快到$100了，马上就要到了，是吧？那现在呢，我的内心其实已经比较平和了啊。虽然英特尔到100这个事情我有点激动啊，为什么？因为我又一次看对了，是吧？但是呢，就是我的内心啊，因为经历了这几年，我的这个投资收益啊，也逐渐的就有好几倍的收益，对吧？这些年，那么即使你当时投入了只有$10万，那现在也已经翻了好几番了，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也不会说啊，就是说再去为了赚一点点短期的盈利啊，我就很激动啊，什么就没有这种心态了啊。我现在看的更是长远的事情。那么讲了这么多啊，讲了10分钟，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都是废话呢？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这真的不是废话啊。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尤其是你刚开始做投资理财，或者你还没有开始，或者你面临着一定的亏损啊，你一定要把我刚才的这个讲的东西去理解一下啊。就真的这个任何事情你都会遇到挫折，遇到对自己没有信心，遇到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对吧？尤其是可能就是同时期啊，人家说什么就是坏事情一起来了，对吧？就有时候你会啊，一下今年怎么这么倒霉，一下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都来了，是吧？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觉得呢，有几点啊，我也分享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呢就不再运用任何的杠杆啊，这个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因为就像我说的啊，就我之前一直去追求10倍收益、5倍收益啊，或者说几倍的收益。那么，当你买了这些股票的时候啊，其实比如说你赚了4倍、赚了3倍，多不多？已经很多了，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你当时看的是10倍，然后你没有赚到这个10倍，你心态上就会觉得，哎，我怎么损失了，是吧？那么这个呢，也是当时的一种投资上的思路上的不足啊。那我现在呢，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完善，对吧？比如说啊，我还是要买英特尔这个股票的话，我看它会涨到$100，我当时还是$20买的话啊，那么它到$50或到$60啊，那么我会卖掉一半，是吧？那我继续留一半的股票，一直看到它涨到$100，是吧？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种新的投资策略。不像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要快速的要盈利啊，要实现复利，就不停的就是这一笔资金，我要一直让它不停的滚啊，所以我每次都是满仓进，然后满仓出啊。当然了，就增长的速度也是很快啊，但事实上呢，其实我觉得，在心态上啊，那么其实你坚定的看一个东西，对你自己的消耗，是少的，对吧？因为如果我比如说看英特尔涨到$100，那么我那笔钱放在里面，等到它涨到$100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一直再去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就人会有消耗嘛，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我也在想啊，就是很多10倍的股票，就我那时候看的10倍的股票，为什么就是我没有拿住它，啊，我就卖掉了。因为呢，它的股票它不如英特尔啊，英特尔就是它涨到$100，我是非常的确定这件事情啊，因为就像之前那个网友，他说我$30的时候问我买的。那个留言记录应该到现在还在有啊，在哪个视频下面他留言，我就回他我说要看$100，但是他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应该是去年了啊，去年。那么我就很确定，对吧？就像今年有人问我 PayPal 啊这个股票，我说它会翻倍啊，我就很确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股票、这些公司本身它是好的公司，而我之前看的有些10倍的股票，它是能涨到10倍。啊，有一个股票我看它涨10倍，我认为它要涨10倍，
它结果涨了15倍啊。它这个公司我就不敢长期的拿下去啊，因为这公司本身它的这个质地它不如英特尔，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影响的啊，很影响的，就是我们做这个投资理财究竟是安稳的追求长期的收益，还是我们要去投机，对吧？去搏啊，去搏这个高增长，但是你会有风险，因为这些公司它万一不好了，它突然之间，要知道这个股票市场上1年退市的公司其实也不少的，对吧？而很多公司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长路当中啊，你就比如说巴菲特为什么他买那个什么可口可乐，买那个麦当劳，对吧？因为这些公司看起来收益很低，但它确实陪伴了多少人的这个人生啊，一代一代的。就算是打仗啊，战争，那士兵在前线，他依然要喝着可口可乐啊。这个事情就这个业务它没有停止，但是随着历史的长河，对吧？有多少业务它就不见了，消失不见了。这个其实是更值得深深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呢，我就更多的我不太再去愿意寻找那些觉得会涨10倍、15倍啊或者更高的这种股票啊。我更多的我会把它放到就是慢慢的这种增长上啊。其实就像英特尔，它涨个5倍也已经很好了，对吧？2、3年涨5倍，有什么不好呢？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安全，然后慢慢的这样的增长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之前那个阶段呢，其实我一开始，你像期货啊，像 ETF 或者说那个叫什么 CFD 啊，这些就是包括期权，我大大小小的呢，我也都有一点投资，对吧？就这些并不是股票本身啊，它是一些金融衍生品。那么这个性质当中呢，也是带着杠杆。那么在后面啊，就是我去年我开始做这个小的那个账户啊，我给他就是录视频啊，做小的那个账户，就是我放了2000美元那个账户，现在已经变成15000美元的啊。从这个时期起呢，我就已经彻底这些我都不买了啊，什么 CFD 啊，反正这种杠杆性质的东西我都不做了啊，因为我觉得呢要稳，就情愿多点时间。其实我觉得如果我还有很多精力，是吧？啊，因为我的那个老的网友都知道啊，我一直说的就是我的主要的账户肯定是买一些股票，我就看它涨几倍，对吧？那你每天你还多下来一些时间，你好像就像有个网友说，他说我管不住手，我老想要投资，老想要进去，那就怎么办？那就开个小的账户嘛，是吧？一样的去买股票，是吧？你就是我现在就不买这种杠杆的东西啊，因为首先就是忙着老半天，你也赚不到一点钱啊，就亏损啊，因为你要止损的，因为那个有杠杆嘛，是吧？你不能说我一直放在那儿，不能长期的，是吧？那你一直盯着盘，人也很累啊，所以我就不干这个事了，我就心态上，我现在调整为全部只做这个股票啊，这种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我看都不看了啊，就全部都不搞了。那么最后呢啊，也讲了19分钟了啊。最后呢，我想说啊，和这些支持我的、关注我的啊长期的这些网友，还有就是那些我不认识的啊投资的，或者也想从事这个投资方面的人讲，其实2、3年以前我是很迷茫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但是呢，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步一步，你要慢慢走过来。我当时我也在想啊，我是要去多录点视频，每天多做点油管，从
这个油管这件事情上寻找到更高的收益，还是我要去更多精力花在投资理财这件事情上，对吧？当然，我认为都没有对错啊，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尤其是在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开头啊可能都会比较困难的，就大家还是要一步一步啊，即使现在立刻没有取得回报啊，但我真的想说，很快的，真的就是你只要心沉下来，2年到3年啊，你就会有一些小的成就。我认为10年8年你就已经是有大的成就了啊。那么，反正就以这期视频吧，英特尔到达100美元之际啊，我们互相的共勉，互相的鼓励啊，互相的一起成长，好吗？啊，最后我祝大家5一节快乐啊！再见。